据外媒报道，有消息人士称，英国新任外交发展大臣拉米正在考虑访问中国，以重新校准中英关系。不过，计划尚未最终确定。外界注意到，工党上台后，拉米曾提出对华往来的所谓3C 准则。各界也积极关注工党政府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来看报道。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执政满月之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新任外交发展大臣拉米正在考虑访问中国，作为工党政府重新调整英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匿名知情人士透露，访华计划尚未最终敲定，日期也尚不知晓。此前，英国工党在7月4号的英国大选中获胜，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的历史。外界注意到，拉米曾在今年5月时表态称，工党如果赢得大选，就会在新政府组成后100日内重新评估英中关系。他在一场演说中批评保守党过去14年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而工党将会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奉行竞争、合作和挑战的所谓3C 原则。他把工党的对华政策称为进步现实主义，强调了对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视。 在另一场广播节目中，拉米还强调，英国要效仿欧美盟友，积极和中国全面接触。不仅是外交大臣，其他部门的大臣和部长们也应该到中国去访问。 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万象会见了拉米。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表示将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愿同英方一道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同时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承担应尽职责，共促世界和平。对于英国外相可能访华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回应表示，中方对加强双边交往合作始终持积极开放态度。 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 如果英国外交大臣能够成功的访华，一个最大的意义应该是在于，就是能够证明中英关系的积极发展是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的，它有利于双方共同去推动、改善、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有利于双方通过沟通增进一些合作的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和欧盟把对华经贸问题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英国并没有跟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上月参加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时就明确表态称，英国目前不会效仿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事实上，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头号市场是德国，其次就是英国和法国。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和英国占据了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额的近一半。 当前，中国是英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占英国贸易总额的5%。与此同时，中英在服务贸易的表现也成绩亮眼。中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第8大服务出口市场。来自工党的英国第1位女性财政大臣里夫斯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特别强调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好处，并表示英国政府不太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 在当前英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新兴经济动能不足，相对实力下滑已成长期趋势的背景下，有观察就指出，与前任保守党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改变对华政策相比，工党表现出了更务实的态度。这反映了英国国内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说不效仿的声音。英国的处境它也与欧美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它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欧盟作为一个多国家的行为体，它有一个 它的政策从提出到具体的落实，它有一个漫长的阶段，在政策的调整甚至是转换上还有更大的空间，而这一点作为英国一个单一国家它是不具备的。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它需要更加的慎重。对于工党来说，在外交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连接，就是英国希望重塑自己的外交影响力，重塑自己的朋友圈，来更好的服务于自身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受到英美关系的制约。英美是关系密切的盟友，因此不论英国有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外交政策都不会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和外交导向相距太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对华政策一定会在任何时期都与美国对华政策严丝合缝。有观察认为，美国大选是影响中英关系未来走向的另一大变量。如果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英美在对华策略上也许难以达成一致，那时将会考验斯塔默的外交能力。
总部设在伦敦的 GMTL 咨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布兰登·巴尔福德认为，美国的贸易议程将使未来的英国工党政府陷入困境，因为中英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中美关系。随着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中兴起，斯塔默将需要认真考虑如何维护和改善英美特殊关系，同时确保英国未来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来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斯塔默政府内有相当一部分的阁员都对特朗普本人及其他的整个团队发表过各种不满的声音。另外一个，他们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无论谁当总统，英国都会继续保持英美特殊关系。英国政府它的对华政策需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审查和评估。至于最后政策的体现，它还是需要它执政一个段时间以后更加进一步的明确。7号，国台办与公安部官方网站的一个变化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不仅新增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还公布了举报邮箱。这一新变化表明大陆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高度重视，再次向台独顽固分子敲响警钟。8月7号，国台办官网新增一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专栏，并将“台独”二字用绿色字体加粗处理，配上5星红旗和法庭背景图，震慑意味浓厚。该专栏包括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发言人有关表态等5个板块。其中，最上方列出的台独顽固分子包括苏贞昌、尤其坤、吴钊燮、肖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明、林飞帆、陈淑华、王定宇10人。除此之外，页面下方还公布了举报邮箱，欢迎公众举报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线索和罪行，以及举报犯罪严重的新台独顽固分子。有观察指出，此举可以帮助两岸民众识别台独顽固分子，以及欢迎民众提供台独顽固分子分裂行为的线索，同时也是为了让广大支持祖国统一的台湾同胞安心。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曾强调，刑事惩治措施只针对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以及他们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台湾的顽固台独分子的名单已经在过去的2年以前就已经公布了，后来又补了一些，是吧？这些台独顽固分子，他至今没有停止台独分裂的言行，还在推进台独活动。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台独顽固分子的言行记录下来。我想，总有一天会把他们绳之以法，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同一天，公安部网站也在政策文件下新增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1条，列有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和法律文件2项。法律文件内容列有反分裂国家法与惩治台独22条意见。公安部门是执法部门，那么我相信，这是一个逐步推进、付诸实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法治手段来管控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6月21号，国台办联合2高3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共22条。犯分裂国家罪危害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还可以缺席审判且终身追责。此次设立惩毒专栏，也是落实意见的进一步举措。分析认为，这代表惩治台独进入了以法律手段为常态化的工作阶段。从意见的威慑作用到现在专栏的设置，一步步地展示自己的战略定力和斗争智慧，让台独顽固分子瑟瑟发抖，彻底击碎了心存侥幸者的幻想。分裂祖国虽远必诛。大陆的最新动作也引发岛内媒体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报关注到专栏将“台独”二字用绿色字体加粗处理，震慑意味浓厚。台湾旺报则引用香港大公文汇网的报道指出，国台办、公安部网站的上述新变化再次向台独顽固分子敲响警钟，同时也再次表明，惩治台独顽固分子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分裂行径，并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从司法的角度也好，我们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等各方面的工具箱的工具，这些政策都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社会的反响来推进我们的政策工具。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震慑岛内的台独分裂分子，主要的是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这是绝不含糊。
不过，民进党当局故技重施，对此歪曲抹黑，称大陆相关举措对两岸交流互动制造更多障碍与伤害。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号指出，两岸民众高度支持有关依法惩毒措施，认为精准打击台独顽固分子的措施行之有效，也充分认识到依法惩治的是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及其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朱凤莲还强调，民进党当局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企图拉无辜民众为台独垫背，企图抹黑大陆来阻挠两岸交流往来，只能说明其色厉内荏、颠倒黑白，完全是徒劳的。清除破坏两岸关系的害群之马，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保障广大台湾同胞安全福祉。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识破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和欺骗伎俩，展示出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据统计，今年1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208.3万人次，同比增长99.5%，其中台胞来大陆192.8万人次，同比增长103.2%。这充分说明两岸交流合作的历史大潮滚滚向前，不会因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的谎言和欺骗而影响。国台办、公安部官网同步推出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公布相关线索举报邮箱。想请教一下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吗？那我注意到2个月前2高3部，也就是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那么总计是22条，全文2600多字。这其中最后一条，也就是附件第22条，就明确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当时我就曾经评论指出，2高3部5月26日合署的这份意见，代表着国家意志，是14亿中国人在台湾问题这一关乎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国家最核心、最重要议程上的严正发声，也是中国司法执法强力部门对于岛内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再一次的强势亮剑，那么是坚决打击、惩戒台独的工具箱的再丰富。更加重要的是，这份意见呢，是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所反复强调的祖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台海大势的再确认。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也是人心所向。那么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新华社授权发布当天，也就是6月21号，已经开始及时生效了。而国台办、公安部官网昨天同步推出这一专栏，彰显中央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执行推进进入到了又一个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国台办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专栏区，除了明确列出清单、相关重要表态以及法律文件之外，还特别开设了举报专区，公布了举报邮箱，包括举报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他们的线索和罪行，以及举报犯罪严重的新台独顽固分子。所以我想这充分见证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台独顽固分子，这是中央各部门群策群力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在两岸实现真正统一之前，必然会长期坚持。我个人认为，国台办欢迎举报的表态，举报邮箱的设置开通，实际上也是在提示着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切实维护国家统一，迎头痛击台独顽固势力，同样要打一场14亿中国人的全民战争。那么如果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任何可能的台独线索和罪行的蛛丝马迹，哪怕是极小概率的事件，那么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向上举报。还是那句话，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威力也在于实施。我个人也期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看到执行意见、实施意见的首个现实的案例。就民进党当局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今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严正发声，揭批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无辜民众垫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2个月前，意见一公布，被盯上台独顽固分子耻辱柱的岛内极少数人，他们必然是对此最恐怖，也是最感到胆寒的。那这极少数人，他们都有谁？不妨再去对照一下国台办网站在特别专栏发布的这10人清单。
值得关注的一个政策细节是，公安部在官网首页政策文件板块设置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也是转载国台办的内容发布。国台办虽然不是意见的核属方，但是呢，执行意见、接受民众的举报、依法拉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国台办将会是关键的一方。因而呢，这个名单还会不会再延伸？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国台办的相关发布。我也观察到，虽然清单上的有些人在岛内、在台上，他们还在嘴硬叫嚣，但是呢，大陆强力部门执法办案的震慑与压迫感将会随着意见的执行、时间的推进，越发成为这些台独顽固分子的难以承受之重。我们常说，台独就是死路一条，数典忘宗、背叛国家，这是不可饶恕的重罪，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的敌人。意见给出了这条死路，它的清晰的场景描述：台独顽固分子犯分裂国家罪，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依法判处死刑；对首要分子处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公布意见、执行意见，久久为功，打持久战，这就是来自大陆司法执法强力部门的最有力的警告。台独顽固分子，如果你们不知悔改，继续以洋谋独、胡作非为，不但祸倒害倒，也会搭上你们个人的身家性命。我认为这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将广大台湾同胞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无端抹黑攻击所谓大陆无权惩治台湾人民，它的要害所在。今天朱凤莲的严正发声，可谓直指要害，揭批民进党相关表态是在拉无辜民众来做垫背，是企图通过大肆抹黑大陆来阻挠两岸的交流往来。那么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这些恐惧胆寒至极的台独顽固分子，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不足以代表台湾人民，甚至他们的倒行逆施与以洋谋独，就是站在岛内在广大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也是站在14亿中国人的对立面。所以我也要在此奉劝，与其惶惶不可终日，拉这个垫背，造那个谣言，还不如面对现实，直面台海真正的时与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台独顽固分子能直面台海真正的时与势吗？被民进党当局强拉垫背的台湾老百姓又该如何抉择呢？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曾经严正警告，台独分裂势力闹腾得越凶，只会灭亡得越快。据此呢，我也可以推导，随着意见的发布与执行推进，台独分裂势力闹腾得愈凶，那么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法律绳索也会勒得越紧。同样要指出的是，虽然大陆强力部门强势亮剑，这并不意味着上榜台独顽固分子他们就没有任何出路了。我建议这些人不妨细读这份意见的全文，它实际上明确了这样一个大原则：坚持宽严相济，体现罚当其罪，坚持依法惩治，做到当严则严，该宽则宽。那么，如果台独顽固分子他们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不再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并且采取措施来减轻、消除危害后果，或者是防止危害扩大，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那么可以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是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是多项不起诉。也就是说，到底是选择对抗到底的死路，还是走迷途知返的活路，要看这些人他们怎么选，走哪一条路。台独顽固分子对内强拉垫背，对外呢，实际上他们也有所谓以洋谋独的不靠谱的幻想与期待。我前面提到2高3不，合属意见实施推进，这是对严打台独分裂势力工具箱的再丰富。那我们也知道，党的20届3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顶层设计与部署动员，这其中就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明确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机制。那么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全面反制以洋谋独、以台制华的法律的工具箱也将会变得越发的丰富。中国外交部近年不时的就会公告对美国相关对台售武企业、对涉案的议员或者是机构个人实施制裁反制。那么这就是依法打击以台制华行径、封堵以洋谋独的现实的案例。
之前王毅在老挝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他对此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我们必会反制一次，不断压缩台独的空间，朝着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所以呢，在我看来，如果台湾同胞要摆脱被垫背的厄运，真正把握自身的命运，哪怕是在岛内，也应该和这些注定下场悲惨的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限。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西部摇摆州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竞争的焦点。当地时间7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都来到了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开展活动。为何这里会成为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交棒哈里斯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表示若特朗普败选，完全没信心美国能实现权力和平过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及其副手沃尔兹7号于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举行集会，这是二人为期5天的特种兵竞选之旅的一部分。随后，二人前往密歇根州，在晚间活动前举行了一场户外集会。哈里斯竞选团队称，当天的集会总共吸引了2.7万多人参与。据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报道，哈里斯在密歇根州的竞选集会上被抗议者打断讲话。报道称，与拜登被打断时不同，哈里斯选择了更为强硬的策略。Voice matters, but I am speaking now. I am speaking now. You know what? If you want Donald Trump to win, then say that, otherwise I'm speaking. 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斯刚选出的副手人选沃尔兹也参加了此次竞选活动。沃尔兹曾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的冷门人物，民调显示，全美有70%人都对他不熟悉。沃尔兹也利用此轮竞选活动详细介绍自己的身份。沃尔兹是明尼苏达州州长，该州传统上是民主党的票仓，同时临近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加上沃尔兹是中西部农村家庭出身，在明尼苏达州担任州长期间，常常与农民打成一片。哈里斯竞选团队预计沃尔兹将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受到欢迎。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相似，沃尔兹和他的成长经历有不少共同点，家庭并不富裕，打工、参军、从政。美媒认为沃尔兹能很好地与万斯打擂台，因为其机智的反应、乐观的性格，这能让他在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和万斯竞争时，不会因过分苛刻而冒犯到温和派或摇摆选民。同时，沃尔兹擅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政策，万斯的攻击方式往往缺乏重点，而且还多次翻车，产生负面效应。不过，有分析指出，沃尔兹未必能提高民主党的赢面，因为副手人选很少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可衡量的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密歇根州的竞选活动选在了底特律进行。底特律是美国五大湖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历史上以汽车制造及研发中心而闻名。美国传统3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全球总部都设在此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指出，汽车行业是美国制造业流失的一个典型行业。在底特律举行竞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民主党竞选议程。我们知道底特律它的这个工业也是代表了密歇根州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特征，所以这个州呢也是在于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州，因此底特律包括这个州本身的话，也是对于两党的候选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州。密歇根州位于美国铁锈带上，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赢下密歇根州，扭转了该州向来支持民主党的态势。但4年后，拜登以50.6%的得票率重新拿回该州。对于哈里斯以及特朗普阵营而言，密歇根州将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几个关键州之一。7号当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首先访问了密歇根州，然后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万斯在一个停机坪上还偶遇了哈里斯和沃尔兹一行，他上前打量了哈里斯的专机空军2号，并放出狠话。当天，万斯在威斯康星州与一家工厂的工人们交流，还对沃尔兹形容其为怪人进行了回应。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此雷同的竞选行程，美媒形容十分不同寻常。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是美国大选中十分关键的2个摇摆州，且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也是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的关键地点之一。柯静分析，两党候选人在几个摇摆州的民调非常接近，选情也十分焦灼。美国
总统竞选基本上都是围绕摇摆州展开的，候选人会在摇摆州投入压倒性的资源。因此，一方面从客观上面来说，其实它这个竞选行程当中有一些重合，有一些类似的话，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共和党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也是可能也是希望。那么，就民主党候选人在这些州所提出的主张，他进行一个直接的对比和直接的反驳，那么可能有助于强化选民对于他们这样一种支持。其中最为核心的正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以及威斯康星这3大摇摆州。其中，宾夕法尼亚有19张选举人票，如果哈里斯能守住该州，其赢得总统选举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柯敬对深圳卫视表示，特朗普在2016年拿下了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并获得总统之位。到了2020年，这几个州将票投给拜登，也帮助他入驻白宫。这几个州从这个选民的投票来说，它并没有非常显著的一个倾向性。也就是说，在任何一次大选当中的话，其实两方的这个候选人都有可能会拿下这些州，而你是否能够拿下它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最后的大选结果。所以，这对于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来说，这几个州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布了哈里斯与特朗普在几个摇摆州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虽然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这3州两人呈现持平拉锯的状态，但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则明确领先。目前整体来看，特朗普在关键州仍具有优势。另一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前总统特朗普此次败选，他完全没有信心美国能在2025年1月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If Trump wins, no, I'm not confident at all. I mean, if Trump loses, I'm not confident at all. 伊朗一直表示因哈尼亚之死要对以色列采取猛烈的报复措施，却又迟迟按兵不动。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何在呢？虽然外界为伊朗迟迟没有报复以色列寻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我仍然认为，说1000道1万，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打不过。而一旦动手打了，却又打不过，将会给伊朗带来这么3大严重的后果。其次，本来伊朗是为了挣面子、维护国家尊严，或者说是为了出一口恶气，才决定报复以色列的。但是，一旦跟上次一样动手打了，却又伤不到以色列，反而引来了以色列更为严厉的反报复，那不仅面子挣不来，而且还会伤了理智。第二，作为弱势的一方，伊朗可以决定何时开始，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复以色列，但是却没有办法决定这场战争的最终规模以及何时结束。这都掌握在强势的一方以色列以及美国手上。第三，对于哈梅内伊政权来说，最为担心的还是跟以色列的战争会引发国内政局的动荡。除此之外，我认为俄罗斯的态度也是伊朗不得不保持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通过前2天访问伊朗的绍伊古，敦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报复以色列的时候保持克制，并建议不要袭击以色列的平民。普京这样做不仅仅是在设身处地地为伊朗的国家利益着想，更是在为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利益着想。因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敢于向俄罗斯提供军火支持的国家之一，而且提供的还是俄罗斯急需的无人机。一旦伊朗报复以色列的行为引发了双方的全面战争，那不仅伊朗再也没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军火了，而且一旦因此而引起了伊朗内部政局的动荡，还将会分散俄罗斯的精力。中东局势与俄乌局势的这种高度相关性的特点，也让伊朗不得不有所忌惮。而在我看来，伊朗其实还是可以为自己找到下台阶的。因为第一，目前伊朗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以色列杀死了哈尼亚；第二，以色列自己也没有公开承认是自己干的；第三，种种迹象似乎显示出以色列并没有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在自己本土发射导弹杀死了哈尼亚，而是通过特工在哈尼亚卧室内放置炸弹来完成的。假如这一信息最终得到了确认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的性质并不是一场侵略战争，
而只是一场间谍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用间谍战来报复以色列，而没有必要发动一场针对以色列的战争。